对于一个充电电池，通常我们购买前可以直接看到的性能，一般就只有续航力而已，也就是标示的电量规格，而且还先不论它是否有虚标。然而，电池性能如果以汽车来比喻，电量就等同于汽油的角色，只要有油就会跑。至于跑不跑得快，还得看这台汽车的引擎扭力如何，而扭力通常也和汽车售价成正比。电池其实也存在着类似汽车扭力的这个特性，但在购买前我们却无从得知。这个时候，身为电子工程师的我们，当然就不应该坐视不管了吧。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，是不是有办法测出这些充电电池的动力性能吧。电池在电路中的符号是2条横线，这代表一个理想的内阻为0的直流电源。然而，在现实生活中，电池不可能是理想的。我在一个网站上找到了镍氢电池的等效模型，大概像这个样子。在这整个回路中，电容和电感是属于交流元件。如果只看直流的应用时，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掉，变成这个样子。因此，实际将电池施加在电阻两端时，电压大约会是开路电压乘上这2颗电阻的分压。因此，如果内阻或是电流越大，作用在负载上的电压就会越小。像是我们可以把电池施加在2颗不同电阻值的电阻上，它们的电压就有很明显的差异。而实际上，镍氢电池的内阻是多少呢？根据一份知名的电池厂商所做的报告，一颗新鲜的镍氢电池内阻通常在50毫欧姆以下，这不就代表它的输出电流可以到20安培以上吗？因此，我特制了一条低阻抗的分流电源线，准备用2台电表分流加总共20安培，准备来测试它们的短路电流。现在我们先用这台高精度电表的4线电阻模式，来量测一下这一组电表这2个端点的路径阻抗是多少，大约是20毫欧姆左右，再加上电池内阻50毫欧姆，等于70毫欧姆。以一般电池满电量的开路电压大约 1.4 伏来计算，大约可以输出20安培。我们这些电池大概都差不多是充满电的，开始来测它们的短路电流。真的是随便一颗都可以输出超过20安培。当然也是有没有办法到的。这证实了这些镍氢电池的内阻甚至是小于50毫欧姆的。那碱性电池或是碳性电池嘞？这一颗是碳芯电池，可能因为结构不同的关系，它们真的输出电流就比较小。那既然直接短路会超过20安培，一般的电表就没有办法量测啦。再来，我们要怎么测试嘞？这时可能就又需要动用到我们自制的定电流负载啦。其实我们一开始本来是想说，是不是可以直接用现成的电子负载来做大电流放电？但事实上，使用大约1伏特左右的这种低压供电，很少有负载能直接以足够大的电流拉载，因为整体阻抗不够低。如果要拉载到足够大的电流，需要再提电压才行。所以为了要测出单颗电池的性能，我们自制的电子负载就又派上用场了。只不过
与前一代相比，结构上我们有做了一点改变。首先就是驱动电流用的电晶体，我们使用了2颗来分散温度。另外，连接负载的部分，我们直接使用大电流导线来接近电流表，直接使用电流表来作为我们的负载。而电池的供电方式，使用平滑的铜片直接连接到电池上，这样才可以把阻抗降到非常低。到这边，我们的测试环境已经建立完了。好，那接下来要讨论一下，既然都已经证实每颗电池内阻都小于50毫欧姆了，那量测精确的内阻还有什么意义吗？当然是有的，因为知道了每颗电池都能输出20安培，这其实只看到了电池动力的表象而已。其实，在它们输出20安培的同时，有些电压可能已经降到低到不能再低的这个事实，我们却没看到。因为在一些需要电池动力的电器使用时，例如电动起子，它们在遇到较大的负载时，比如说要把螺丝转到很紧，这时因为阻力变大，为了要加大扭力，就得提高电流才行。但前面有说到，内阻较高的电池在电流变大时，电压就跟着下降，因此这就需要知道精确的内阻值，才有办法比较出电池的动力差异。因此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进行内阻的相关测试。第一个测试，我们可以来确认一下，电池如果使用大电流放电，是不是还可以像1安培或100毫安培时那样维持平稳的输出。先将电池安装到定电流负载上，然后启动负载后，以大约8安培大电流放电。从这放电曲线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它的续航力比起1安培 1.9 个小时，应该也是降低了大约8倍。不过，比起它的续航力，更令我惊艳的是这一条平直的放电曲线。这个稳定的输出动力表现，甚至完全不会输给以小电流放电的时候。再来，我们要计算内阻用的测试方法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，就是直流内阻量测法，也就是这个式子。那这个式子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前面有说到，电池的直流等效模型大概是这样子，对吧？因此，当它接上负载时，我们所量测到的电压就等于电池两端的电压，是电池的开路电压扣掉内阻电压损耗的结果。虽然这2个电压对我们来说都是未知数，但我们可以准确的量到电流啊。如果我们使用2个不同的电流来放电，就可以写出这2个式子。把这2个式子相减，就可以把 VOC 消掉，提出 RI，V 项移到后面，就可以得到 RI 的计算式。我们的负载中有个开关，就是用来切换2个电流的。小电流我们使用大约380 mA安培，大电流我们使用大约20倍左右的电流，这样一颗体质良好的电池还可以维持在1伏左右。那我们先用大电流进行放电，大约1分钟，用来避掉一开始比较不稳定的这一个部分。1分钟后，我们再观察10秒左右，如果它的电压变化量小于1%，就当作是稳定的结果，将这个值取出来做我们的计算参数。我们启动电源后，先使用大电流拉载，进行1分钟。其实它已经大概趋于稳定了。我们取这个时候的值 1.036 伏7522，然后切成小电流。同样要再等3分钟左右，等电池电压恢复到 relax 状态。这时再取出第2组数据来做计算 1.329。我们就使用这样的测试方式，把全部的电池都测过一轮，得到这张表格内的结果。我们可以先看到 IKEA 这组电池的结果，这是我使用同一颗电池分别做了3次的结果，误差有点大，对吧？我猜应该是因为使用铜片接触电池的方式，接触阻抗还是太大造成的误差。因为有这样的误差，所以这几颗电池的内阻数据其实就不太能分辨出什么差异。不过因为都明显小于50毫欧姆，难怪每一颗都可以轻易的输出20安培。另外的这几颗电池感觉内阻就真的有比较大，所以动力表现应该就会差一点。而这些电池的出厂日期都不同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差别。
我这边有一组10年前买的电池，我们测起来实在是和其他的电池好像也没什么区别。这颗电池甚至曾经被相机闪灯给超过，所以我打算用它来跑一次大电流放电，看看和3年前买的这颗电池有没有什么差异。结果从这2条放电曲线来看，竟然没办法分辨出老化对电池到底有何影响。那这个可能就要等之后对电池有更多了解的时候，才能再来分享啦。今天的测试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敬祝各位龙年行大运，心想事成，好运龙中来，全家龙平安。我们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